观众朋友们好啊，我是胡老。久违的连更模式，感觉呢还是有点小吃力，希望大家能多发发弹幕，让视频活跃一些，拜托了。那本期介绍的这款 SRC 可能是很多人当年入坑的产品，它不仅造型帅气，配件量大管饱，还便宜，编号为71，就是由安藤贤司制作，发售于2015年的 SRC 假面骑士乌起火焰魔龙套装。Blessings for your birthday. Blessings for your everyday. 最後の1秒まで前を向け。首先，作为通贩产品，有标志性的开装设计，全龙的盒子非常大，内包能看见丰富的配件。第二层为飓风形态的翅膀，还附属了法阵背景板和玩法说明书。全龙可以称得上是 SRC 里最华丽的产品之一。我相信很多人第一眼收到全龙，可能真就会入坑 SRC 神教了。超多的配件和玩法眼花缭乱，偏真实系的翅膀在灯光下有闪闪发光，帅得不谈。那 SRC 画的魔龙造型非常独特，全身犹如贵族一般布满了装饰性的花纹和宝石，金属色跟透明件的搭配在视觉上非常抢眼，堪称完美。对比皮套可以说基本上完全不同，只保留了整体造型的布局，其余按照更加西方龙的造型进行刻画。区别最大的，我感觉就是龙骨包裹着的头部和这半透明渐变的裙摆，使得 SRC 的造型更加贴近法师的元素。身上每一处的刻画都凸显着华丽二字，裙摆还有2段简单的可动，也算是为固定造型多了一些动感的选择。包括身上还有一些龙鳞的细节啊，背部翅膀也单独做出了区分，看不见的脚底也没马虎。驱动器上的手掌可以还原左右识别的一个玩法。雕刻的戒指呢，现在看细节好像不太行了，但是想到当年都是靠原型师手搓完成，还是挺佩服的。除握拳手外，有3对替换手，还包括龙计时器，刻画呢也不错，就是上面这坨不太像龙，有点像鸽子了。将普法和全龙放在一起，可以看出两者风格相差还是非常大的，给人感觉一个像是精英雇佣兵，另一个是4大天王的感觉，看着实在太帅。当年我也是被这套深深的吸引住了。不过在剧中，魔龙呢是可以双持武器的，但是套装一个都没有附属，所以只能友好的从普法和水法那边借一下啦。双持的全龙帅的没边，让我们来慢慢欣赏一下。那其余配件为完全魔龙形态所需要的，看着非常多。如果只替换胸口龙头，即可还原 Dragon Breath 龙之吐息必杀，并且头顶呢也附属一颗非常大的宝石。将剩下的配件按照说明书的指引全部安装到本体上，就可以展现出魔龙真正的 BOSS 形态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虽然很夸张很吸引人，但是本身缺失了一些美感，而破坏了平衡性。通过 SRC 独有的这3个配件，使得完全魔龙真的变成了一个西方龙的样子，都有点像契约兽了。这夸张的身体和前屈比例，一想到真正的脑袋是向下看，就有点喜感。不过这样的设计看着是从普法那边继承而来，也算是一种特色吧。去掉不协调的配件，
就可以还原剧中全龙的姿态。其实对比皮套特效来看，龙形部分还小了一点。得益于优秀的造型设计，全龙摆起来还是很有故事感。当只保留翅膀和尾部，就能解锁魔龙最帅的形态，全身透露出一股比较优雅的感觉，挥动的武器看着也比爪子更具威胁性。金属剑呢，是分布在小腿上的2块小装甲，还挺有质感，可动性依旧快速过一遍。全龙最主要头部上抬的角度挺不错，整体可动性在 SRC 里也算是很不错的了，就是通病导致各个关节时间久了会很松，让人头疼。除了主体外，在全龙模式下的翅膀、爪子、尾部和头部也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，尾巴下面身体也藏有一颗大钻石。缺点上就是这能荡秋千的逆天素体，我手里这款手臂呢等部分关节还加固过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都有点记不清了，包括胯部和裙摆也全部失去支撑力度。那以上就是这款 SRC 全龙法爷的全部测评内容了。作为一款量大管饱还便宜的产品，在当年十分受欢迎，可惜代价就是这糟糕的把玩体验，让人感觉很不舒服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觉得这款做得如何呢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胡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